大家好啊，來看看大年初二的汪總帶兒子都幹嘛去了？逛夜市，吃小吃，一路陪着孩子，問他想吃什麼，喜歡什麼，記得他的小愛好，還想着打包帶回家。今天大年初二，我跟弟弟2個人來逛夜市啊，哇，人爆多，就是街上沒什麼人，大家都出來逛夜市來了，還是老地方，饒河街夜市是不是啊？我還沒進門就聞到有個臭豆腐的味道啊！哎呀，隔着屏大家是不是能聞到臭豆腐？看着好多人哎，剛到门口就來一個炸鮮奶，对不对？餓了吧？啊，站在门口啊。下面去嘗嘗台灣的，下面去嘗嘗台灣的臭豆腐。用一句台灣的形容台灣词來說，人真的炸多哎，爆炸多。这个油条，它裡面賣小電器的。這也是一家賣烤海螺。混搭200，我要混搭的。煎蛋燒，烤年糕。这是章魚小丸子改成了牡蠣小丸子。烤年糕，各種各樣的滷味，現在是專門賣滷味的。各式各樣鴨舌、雞胗、海帶。這家卷大餅不錯啊，都是蔥花哎，綠油魷魚片，各式卷大餅，小罐米線，哇，都是現做的，很有煙火氣啊。咱們陝西的肉夾饃來了，看看這個煎包的煎餃，很不錯哎，一口煎餃。這邊都是台幣啊，除以4。應弟弟要求買一份小田螺，可以了，謝謝。你想吃這個？好吃。好吃嗎？而且我很久沒吃了。好久沒吃了。巨型魷魚哎！你跟我說啊，魷魚好吃哦。要不要魷魚吃嗎？哎，停下來。這一家，下面咱們煎餅，這是蛋餅。我們點了一個3星蔥的蛋餅。蛋餅烤好了，這個好吃的太多了，我們等於3分鐘都不過來，我們要拍3集。第2段繼續啊，然後打氣球的，害怕嗎？要不要打氣球嗎？還好還好哈。走，這家人多啊，藥燉排骨飯，排隊。那什麼都有，烤魚卵、煎三文魚，哇，想吃什麼？他今天陪他的媽媽，晚上就回來 ，OK？ 對，等一下就回來。我買個地瓜球什麼？回去給他們，給他們吃啊？他們最愛吃地瓜球。OK， 等一下前面買。看看這個雞腿卷，這個雞肉腸，天哪，個兒好大啊！王麒麟啊，超有食慾，看哦，還有 cheese 哎，還放 cheese， 肉夾饃啊，這家店好像人很多哎，麻油山雞，你看這有什麼麻油雞佛、麻油腰子，我要打包一份麻油雞腿帶回去分帶。哎，北京羊肉串哎。看看正不正宗哦，是這種烤的方式。好像北京羊肉串不吃雞屁屁哈。汪希林心心念念的芭樂，這個阿姨認識他，對不對？汪希林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。要一個小份的芭樂，謝謝。我們點的芭樂加梅子粉。現拌哎，是你的好朋友嗎？王麒麟，對不對？你今天為了他來，對不對？夜市還有賣調酒哎，真挺有感覺的，太有範兒了。
哇，来一份杏鲍菇，看着那么饱满。我点了一份原味的，因为晚上吃过晚饭了。哇，这么大！一人来一个好不好？你边走边吃就好了。看着很有水分哎，很棒。杏鲍菇配孜然，对不对？你尝尝。再进入第三趴，第三段来了，这个我必须买一份，看着这太大，要一份，要一小份的，谢谢。看这鱿鱼多厚实哎！这哪里的鱿鱼啊？是阿根廷的鱿鱼。阿根廷的哦。到现在需要烤一下。要点洋葱。你刚才说什么，王麒麟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很開心。没有，我没有说话。你剛才說見到你同學，對吧？見到阿嬤，是不是？他來家裡。對。要一點洋蔥是嗎？哇，很棒哎，回家吃。王麒麟最愛吃蛤蜊了，對不對？為什麼還做蛤蜊湯呢？我現在做一份麻辣蛤蜊，打包回家吃。這是什麼？我一般吃蛤蜊。蛤蜊，對，我們做麻辣蛤蜊回家吃。然後我在夜市最愛吃我。真的假的？在這個。來，那回家爸爸嘗一嘗啊。我常常要吃這家。哦，老熟客是嗎？很快就熟了哎。哦，很肥那個肉，對不對？哎呀，逛得差不多了，打道回府了。這是什麼？重慶酸辣粉哎！饒河街觀光夜市，美麗的一天。然後，謝謝大家，下次呢，過兩天等我爸來，然後帶大家去看看寧夏夜市。大年初二本該是回娘家的日子，小梅也帶着月兒回娘家陪伴家人，所以就剩下汪總和小玲玲父子倆一起逛饒河街夜市。最樸素的日常，一路小吃，一路煙火。汪總耐心陪着孩子，問他想吃什麼，喜歡什麼。最戳人的是，小玲玲小年紀卻特別貼心懂事，一路上還惦記着要給小梅打包好吃的帶回去。小小的舉動藏着最真的心意。而另一邊，蘭姐也在回憶初二回娘家的往事。她說起年輕時的日子，一年到頭辛苦操持，工資上交，年夜飯忙前忙後，連上桌吃飯都要等到初一。最盼的就是初二能帶汪小菲回娘家，拿個紅包，當一天被疼愛的小孩。今兒您回娘家了嗎？都說初二回娘家，其實呢，這也是蘭姐最開心的一天。年輕的時候啊，帶着小飛啊，就盼着初二，因為30啊、初一啊都在婆婆家。雖然呢，我們和小飛爸爸分開多年了，但是呢，我們有個習俗，就是嫁出去的閨女潑出去的水，因為還沒有真正的去離婚，所以呢，30呢、初一呢，都得是我在婆婆家呢，給婆婆呀，還有我們的大姑姐、二姑姐啊，還有小姑子啊、公公啊一起啊過大年。其實呢，30呢，我就開始買菜做飯了。去哪兒買菜呀？去關東店。平時呢，我每天呢都是1塊錢做全家人的飯。30呢，婆婆給我10塊錢。平時呢，我的工資呢都上交給婆婆。所以呢，這個30的時候，我就是四喜丸子啊、紅燒肉啊、殺雞啊、魚啊等等啊，一桌做上來，也是我最開心的一天。因為呢，全年呢，我都不允許上桌吃飯的。初一呢，我可以上桌了。所以呢，我就盼着初二帶小飛回娘家。回娘家幹嘛呀？拿紅包啊，爸爸媽媽都給紅包。初五呢，我就盼着去我們大姑姐家。大姑姐、二姑姐在涿州，我就帶着小飛呀，坐公交車去二姑姐家拿紅包。所以呢，這一年下來呢，差不多15的時候能拿1000塊錢左右的紅包，這就是小飛一年的零花錢。我呢，就是受姥姥的影響比較大。在我出嫁的那天，姥姥呢就在我耳邊說：“小蘭一定要孝敬公婆，一定要相夫教子。”所以我就牢牢記住了。而且呢，那個時候呢，我就暗暗的告訴自己，那時候老話都說，1000年的媳婦兒能夠熬成婆。所以呢，
我就熬啊熬啊，我就盼着等我当婆婆的时候，我一定我來做飯做四喜丸子給媳婦兒吃，我一定疼媳婦兒。所以呢，心裡就這麼一直想着，還沒到千年呢，這不是就熬成婆了嗎？大家好，你們初二回娘家跟媽媽一起過個年，是不是你最開心的時候啊？和蘭姐一樣啊。我沒有半點抱怨呢，我只是說我們中國女人呢比較傳統，受這個父母的影響比較大啊，相夫教子啊，孝敬公婆呀，每一分錢都要上交給婆婆呀。蘭姐確實就是這麼做的。所以呢，我也希望呢，現在的我們新時代的婆婆都應該呢，更加的疼自己的媳婦兒，像疼自己的閨女一樣哦，給他們做四喜丸子，來，大家一起團圓起來。聽到蘭姐的分享，其實我特別能理解，因為我外婆也曾對我說過同樣的話。老一輩那種媳婦不能上桌吃飯的傳統，真的不只是出現在大戶人家，哪怕是普通的小家庭，當年也都有這些老規矩。那是整個時代的觀念，重男輕女，媳婦進門就是外人，是来幹活的，是來伺候一家人的，地位最低，話最少，活最多。不管家裡窮還是富，媳婦往往都是那个默默付出的人。所以蘭姐當年受的委屈，不是她一個人的遭遇，而是那一代中國女人共同經歷過的命運。真正讓人破防的是，很多人自己吃過苦，就會把同樣的苦再加到下一代媳婦身上。可蘭姐偏偏不這樣，她熬過來了，也看懂了，所以她說得很清楚，我不要讓我的媳婦再受我當年受過的苦。自己淋過雨，所以才想給別人撐傘。所以說，這才是最難得的善良，不被舊思想綁架，不被傷痛同化，活成了一束光，溫暖着身邊的每一個人。人間最暖，不過是煙火相伴，家人心安。願這一家人一直平安順遂，被溫柔以待，也把同樣的祝福送給正在看視頻的你們。願你們身體健康，家人安好，心有所依，努力都有回報。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，謝謝大家的點讚與收看。